第109章小医仙。血莲晶，一种极为罕见的高级药材。这种药材一般与黄连晶伴生成长，不过数量极其稀少，其外貌几乎与黄连晶完全相同。若是对其不熟悉之人，定然难以将两者分辨而出。先前在初见此物时，若不是药老忽然发出惊一声，凭萧炎这个小菜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现这不起眼的小东西竟然便会是他苦寻而不得的一种罕见药材。血莲晶是炼制血莲丹的主材料之一，而说起血莲丹，便得提起萧炎所修炼的诡异功法焚诀。要知道，焚诀的进化需要吞噬异火，然而吞噬异火可不是一个安全的活，异火不仅极其狂暴，而且还具有颇为恐怖的毁灭性。别说人体沾之一点，就算是以坚硬度著称的特殊金属，也经不起异火高温的熏烤。所以想要成功将异火吸进体内，并未将之炼化吸收，那便需要准备一些极其繁琐的东西。只有使用了这些东西保护着肉体，才有可能提高吞噬异火的成功率。而这血莲丹便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环。血莲丹在服用之后，将会在人体表面形成一层奇异的能量血痂，而这层血痂能够抵御极其炽热的温度熏烤，所以只有借助它的功效，才有可能近距离接近异火，并且寻找机会对之采取下一步的措施。而对于药老所说的一些必备之物中，萧炎曾经暗地在乌坦城寻找过，可却毫无所得。没想到这才刚刚来到异地，便侥幸地寻到了这罕见的血莲晶。过人的定力让得萧炎完美地将心头的狂喜收敛了起来，在店员那不耐的目光中，随意地把玩了一下手中的血莲晶，略微沉吟后，微笑着问道：请问你们这里还有其他的黄连晶吗？我想要批量购买。闻言，店员微微一愣，怀疑的目光在萧炎身上扫过。虽然黄连晶只是100金币一块，不过批量购买，那也至少需要不菲的价钱。怀疑的目光当逐渐地转移到萧炎手指上的那戒之后，店员脸庞上的怀疑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谄媚的笑容。先生，请稍等，我立刻去拿。淡笑着点了点头。萧炎并未再对手中的这块罕见的血莲晶头去关注的目光，反而若无其事地在柜台上寻找着其他的东西。店员在走后不久，便是快步走出，将手中端着的小木盒放在柜台上，笑道：先生，这里共有53块黄连晶，您是全部购买吗？笑了笑，萧炎并未回答，目光在小木盒中的那些黄连晶中扫过，片刻之后，眼中掠过一抹难以察觉的失望。他发现这些黄连晶中并没有第2块血莲晶，心中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萧炎面部依然满是笑容，在盒中随意地挑出20多块之后，方才将手中的血莲晶也放进其中，对着店员笑道：帮我打包算账吧。先生，一共是2400枚金币。目光扫过黄连晶的数量，店员快速地报出了价格。微微点头，萧炎手指一抬，一张存有5000枚金币的淡绿卡片出现在手中，将之递向店员，然后把那些黄连晶迅速地装进那戒之中，顿时心头重重地松了一口气。略微沉默了一会，萧炎忽然对着那正在刷卡的店员随意地询问道：你们这里的黄连晶是在魔兽山脉中寻找到的？这里的魔兽山脉药源丰富，我们万药斋有专门的采药队伍，不过每次进入魔兽山脉都会花费大把的资金聘请佣兵团做护卫。将卡片递回给萧炎，刚刚做成功了一笔生意的店员心头大好的回道。微微点了点头，收拾好东西，正准备撤离的萧炎却是发现药铺门口处却是忽然的骚动了起来。哇，竟然是小医仙，好漂亮，啧啧，那腰真细。白痴，你想死啊？青山镇大半的佣兵都被小医仙救治过，当心被别人听见，割了你这家伙的舌头。站在萧炎不远处，2名男子正低声的交谈着，当其中一人说出有些调戏的话语之后，他的同伴急忙一把将他扯住，低声骂道：我胡说呢，嘿嘿嘿嘿。似也是察觉到周围射来的不怀好意的目光，那名男子脸色微白，满脸尴尬的被同伴拉着赶紧逃出了药铺。那什么小医仙在这里竟然有这么强的声望，
有些惊诧两人的交谈以及其他佣兵的反应，萧炎立在远处，微微偏了偏头，从人群的缝隙间隐隐的能够看见一位身着白裙的女子身形。随着人群的扩散，萧炎也终于是看清了那名被众人簇拥的女子面貌。女子身穿一套淡白色的衣裙，容貌虽然算不上绝色，可却也能说是难得一见的美人。淡然微笑的脸颊透发着一股清新空灵的气质，这股与众不同的气质顿时让的女子的魅力大幅度上升。目光在女子身上转了转，最后停在那被一条绿带束着的柳腰之上，望着那不足盈盈一握的柳腰，萧炎眼瞳中掠过许些惊艳。在萧炎所认识的女人中，薰儿最动人的是那股无可挑剔的美丽与神秘，亚妃则是那股堪称尤物的妩媚诱惑。萧玉那双性感修长的玉腿，每次都让的萧炎目光忍不住的流连其上，而面前的这位白裙女子，恐怕则是所有女人中腰肢最为纤细与柔弱。萧炎惊叹地啧了啧嘴，耳边却是传来店员的低低笑声。小医仙是我们万药斋特聘的医师，整个青山镇喜欢他的人不知有多少，每次去魔兽山卖采药，若是有小医仙同去的话，那些佣兵团都会将价格压在最低，而且为了所剩的名额，还经常差点打起来。医师。闻言，萧炎一愣，愕然道：他不是炼药师吗？医师也能属于炼药师的一类，不过地位比起炼药师来却是要差上许多，毕竟他们不能够真正的炼出丹药，只能使用一些普通火焰将药材配置在一起，以到达替人治疗的效果。不过这比起炼药师的丹药却是要差上许多，所以每一名医师都以成为一名炼药师为梦想，不过很多人穷尽一生都难以踏入那个门槛。追根究底，主要就是因为自身天赋以及无人引领的缘故。看着他在此处的受欢迎程度，再想起先前在柜台中所看见的疗伤药，萧炎还以为他也是一名炼药师呢。若是能够那么容易便成为一名炼药师，那这职业就不稀奇了。店员无奈的道。耸了耸肩，萧炎也懒得再询问，目光望着那已经坐在位置上替来往的伤员治病白裙女人，手掌摸了摸下巴。他不得不承认，这位小医仙在替伤员治病时所露出的善良笑容的确很渲染人心，难怪这些平日凶悍的佣兵大汉在面对着他时会犹如小绵羊一般的温顺。站在此处再次观看了一会这唯美的画面，萧炎便是举步走出了这所万药斋，在街道上行走了片刻，望着已经暗下来的天色，便随意的街道尽头处寻了一间客栈，开了个房间住了进去。走进房间，萧炎将房门关好，双脚微微曲卷，口中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双掌紧紧地抓住背后中箭的剑柄，随着一声低喝，巨剑脱离了背面的束缚，被萧炎小心翼翼地靠在了床榻之旁。虽然药老口中说连睡觉也不许取下重剑，可此时的萧炎无疑没有那种实力，所以在睡觉的时候，药老也只得允许他暂时的取下。怪异的重剑一离身，萧炎便是能够察觉到体内的斗气几乎是在瞬间犹如河水一般迅猛地奔腾了起来。缓缓地呼了一口气，浑身的毛孔都是此刻乍然地张了开来，舒适的感觉让得萧炎痛快地呻吟了一声，这种忽然间变强的感觉实在太爽了。扭了扭发酸的肩膀，萧炎从那戒中将先前所购买的大堆黄连晶取了出来，从中把血莲晶分辨而出，最后从那戒中取出一品质上佳的白玉盒，小心翼翼地将之装了进去。而至于那些低级的黄连晶，则是被萧炎胡乱地收进了那戒之中。呼，血莲晶已经到手，现在还差一株冰灵燕草和一枚4阶冰属性的魔核，就能炼制血莲丹了。拍了拍手中的玉盒，萧炎撇了撇嘴，叹息道：看来以后有得忙了，仅仅是血莲丹的药材就能让我找得焦头烂额，想要成功吞噬一火，果然不是简单的事。叹着摇了摇头，全身酸麻的萧炎终于是一头栽上了温软的床榻之上，睡意顿时铺天盖地的涌进已经疲倦了一天的脑海之中。